那昨天的7月7日呢，人民网的公众号发了一个推送，叫内存条价格暴涨，一下子一堆人的朋友圈又开始疯狂的转发了。哎呀，人民网都说了内存暴涨了，这下你总该信了吧？其实由于内存的需求太过旺盛呢，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内存就是一路狂涨。今年春节后算是涨到了一个高峰，然后呢缓慢下降了啊，算是价格稳定了一阵子，大家也就接受了这个价格了。结果6月下旬又开始暴涨了，就一个下子1、2周就把几个月缓慢跌下来价格又涨回去了。其实人民网这个推送是转载的央视财经的报道里面还专门统计的1 TB 固态呢，25年9月是410元，26年7月5号是950元涨幅是132%。16G DDR5的内存，25年9月是450元，26年7月6日是1800元涨幅300%。DDR5的32G是从900涨到了3800涨幅是322%然后还采访了深圳某电子科技公司的负责人今年以来客户的备货节奏是明显发生了变化由去年的小步快跑1个月备一次，转变为了提前备足1个季度甚至半年的货目前是锁定产能和价格一看金盛电子，哎呦，这有点历史了。那不知道还有多少观众知道3金一云这个梗就为了避免有厂家说我是故意黑他们，我放的是一个 AI 回答的，这个差不多是10年前了，就是金素、金盛维、金泰克还有云储。反正都不是啥好牌子，用的不是原厂颗粒。当时还有黑辩白辩一说，金盛维呢就是金盛，那京东自营它现在还有店的，他们 B 站居然还有号，一看央视财经还采访过他们好几次，居然他们23年就关注了我们的频道。今年是被涨价搞的，就是实在 DIY 圈子没有啥能说的话题了，就是只能把这个涨价的事情反复说。聊数码新闻动态，谈行业内挂。大家好，我是建哥，欢迎来到这期的建哥说。那既然央视和人民网它又来说内存涨价了，我们就也来说一说。反正呢，我觉得相比于涨价呢，就最无语的还是这个大量的这个国产品牌的烂货现在已经开始大肆销售了以前都是没人要的边角料，现在都被搞的就是你嫌贵我还嫌贵呢，就这东西你要不要吧？那进前面之前呢，先请晨晨去念段这个词。好的观众说怎么最近好久没看到晨晨了？其实也不怕你们说今年这个数码厂家投放是被砍的太多了好些呢时间还给的特别紧大家理解所以说没事看到一些上手体验的商单也都能方便点开看一看，留个评论我们参考更多争取商单嘛。应该7月份晨晨会有视频出镜吧。不知道如何选择靠谱电源，不妨试试海运。海运 Fox V5 Cybernetics 白金认证，全新外观搭载全新海运压纹线书，店铺除核显机全部使用海运电源。入门级靠 GC650，金牌非模组有特价搭配5060、5060 钛，中端靠 GX650、750、ATX 3.0金牌全模组7年保搭配5070、5070钛，高端 Focus 850 1000 10年保搭配5080、5090D， 还有 PX 1200、TX 1006猫头鹰版等信仰型号供各位选择。飞利浦显示器也有上新27MRN6500L 27寸 2K 240赫兹 QD OLED 面板，入门级 OLED 显示器的绝佳选择。店铺除了整机，还有机箱电源散热器以及固态和机械硬盘，省代级别资源，价格优惠，售后靠谱。华硕 ROG、海运、联力、瓦尔基里、雅骏、泰坦、吹风者、猫头鹰、机械大师、乔斯伯、利明、九州风神、库里奥、银广等。联系客服或者公众号，定期有价格更新，南京本地的客户自提更加优惠哦。那这次涨价呢，我觉得相比于之前那最大的变化就是很多货它是真的没了。就你在某东自营去搜 DDR4，发现基本上都是些国产品牌，甚至你没有听过的品牌基本还都是3200的频率，16G 的都要500-600块钱至少3.6的频率都很少。你像金士顿、海盗船、威刚这种国际品牌价格就非常离谱了。威刚这个16G 乘2 3200的要1739块钱，差不多16G 就要800多块钱。有一个3600频率的，妈呀，一看16G 乘2要2500块钱这都要和 DDR5 内存一个价了。金士顿的3200频率的1499元，也够贵不对这是单根16G要1499元，我还以为16G 乘2是1499元呢。3600频率的16G要1999元金士顿 DDR5 的16G 6000 C30也才卖1899元金士顿的这个 D4 居然比 D5 还贵了，离谱了。相比之下呢，像海盗船的16G 3600卖799元，好像都不算贵了。所以说基本上来说就你只能去选国产品牌了。
DDR5我就不一个一个截图啊，反正情况是差不多的，基本上16G 是要2000块钱左右起步。你能看到便宜的，基本都是一些频率跟时序特别差的。就我是听说啊，就是目前有些品牌它的 DDR4的生产成本可能已经是个人消费者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地步了。而 DDR4市面上是有大量二手库存的，那新的太贵，你完全可以去换机子啊，用这些旧的内存，甚至说去用一些二手内存。所以说这些厂家就是基本上放弃了 DDR4了，就直接挂一个非常离谱的价格。哎，你非要买你就买呗。就目前还能卖出来相对便宜的 DDR4内存呢，大部分都是这些国产长芯颗粒的，因为目前三星、美国、海力士是基本上不会再做 DDR4的颗粒了。我这里不是去故意黑什么国产之类啊，但是我这件事就遇到不少问题，就是很多今年这些生产的 DDR4 长芯颗粒的内存问题特别多。就是我手头装机具体的品牌我就不提了，就是它这个内存搞了一个黑色跟白色啊，白色的是长芯跟美光混着用的啊，都没啥问题。哎，这个黑色就都是长芯的，一开 XMP 大概有50%的内存就没有办法开机或者进不去系统。你要说颗粒兼容性有问题，那你说这个型号要是全开不了机，我也认了。哎，那都怪主板厂家的 BIOS 更新太慢了，有的能开机，有的开不了机，就让我不得不怀疑，就是不是你这个内存自己就有问题，你是不是没有好好调试，还是说你这个颗粒好的坏的都混在一起用？就出厂也不做一个基本的检测，就是我不懂，因为这些国产品牌搞 DDR5的时候啊，他就玩出什么操作？就海力士 A 代居然能给你搞出个双面颗粒的，就同一个型号给你单面、双面颗粒的混用，你不仔细把内存这样横过来看，你根本发现不了。就这个单面颗粒、双面颗粒，你就不说这个超频潜力和温度的差距了，毕竟说你能开一个 XMP 或者说开个 eXPU， 那产品就是合格的。关键它的兼容性也一塌糊涂啊，就经常开机会点不亮。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就以前这些比较差的这些颗粒，基本上都是淘汰不用的，或者说生产一些频率时序比较差的内存。但是现在内存价格暴涨，又缺货，你别说5000多频率和6000频率的，你就算6000频率 C40、C36、C30、C18不同时序，内存价格都能差好几百块钱，所以内存厂家也不管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颗粒，我全拿来生产内存了，就是能坑一个是一个。哎，万一没问题你就用吧。哎，真的，你看到现在好多卖的这些机子啊，那有些把24G 乘2的套条拆成2个24G 单条卖，我觉得都还算有节操的了。啊，有的单16G 给你搞个5200频率的，就内存品牌还是你压根没听过的什么国产牌子，那我就给你搞个单双颗粒用，就又怎么样呢？又不是你一定用不了，还是有概率能正常用的。哎，能用你就给我忍着。那产品的生产都已经这样子了，能卖出去货就已经什么都不管了啊，那你还能指望以后的售后吗？我觉得就好自为之吧。那国外品牌那确实东西好售后好，但是现在价格贵的离谱啊。哎，国内品牌稍微还有点名气的，都是各种乱七八糟的问题。那些小牌子，我甚至都担心会不会这波内存涨价他赚完钱了就跑路了。哎，我跟你讲内存是终身质保，但是我品牌都没了，哎，你怎么保呢？还有一个哭笑不得现象啊，现在就是基本还有些货价格不是特别离谱的，都是那些以前的英特尔的 DDR5 的条子，比如像知奇换风机什么的。当然啊，只是说相比于6000 C30 C28这种适合 AMD 的条子，它的价格都便宜不少，就很多都没有办法了，都是6400甚至7200频率的条子，我们把它手动降到6000 C30去用吧，或者说干脆6400也用吧，还影响也不大。最搞笑的是什么？就好多海力士 A 代的颗粒那些条子啊，都是英特尔用的那种高频条子，和 AMD 用的6000 C28的条子，其实硬件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出厂刷了一个不同的 SPU 的信息。毕竟你手调参数很多普通用户是搞不定的。哎，现在呢都有什么了？哎，给你把这个内存返厂，哎，给你重新刷起 SPD， 给你重新做个包装，哎，比如说收你个50、100块钱的，哎，6800 A 代条子就能变成非常抢手的6000 C28的 A 代条子，哎，一条直接都能给你多卖个300、500块钱。AMD 不是又要搞个什么 eXPU ULL 吗？其实就是把6000 C28的小残再优化一下。AMD 官方说能提升个4%新的，哎。这个一个条子一下子一根又能多卖你几百块钱了。反正我看还有人做这个视频，那评论区被骂的挺惨的。反正呢，我是真的实在是说不出什么东西的。这个内存涨价已经把整个圈子搞得乌烟瘴气了。真的讲句不好听的，很多的厂家已经不把个人消费者当人看了，卖的贵啊什么的，我觉得也就算了。关键你高价的买到的可能都是一些垃圾或者说是不合格品，那你还只能忍着。受不了，那我给你退款，反正东西都在涨价，不要我拿回来，哎，我还能高价再把它卖掉呢。我不是说针对国家品牌，但是确确实实
卖全球的品牌啊，它不至于搞得这么过分。那只卖国内市场的国产品牌啊，你真当他们这些东西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就算一大堆消费者在互联网上去喷，那人家只要稍微比市场价便宜一点点，那照样是一大堆人买啊。我也能预见到，这未来的1、2年之内啊，这个电脑配件包括整机的出货也都是鸡飞狗跳的。那就是你的内存和硬盘是被三角洲扫坏的。哎，不是我们的电脑有问题，是腾讯的 ACE 太害人了，硬盘掉盘，哎呦，这肯定三角洲扫坏的呀。电脑蓝屏那就是三角洲扫坏的呀。这个打游戏卡顿掉帧，那就是 ACE 在扫你的盘。我电脑开不了机的，那更是啊，这 ACE 把你扫盘，把你主板扫坏了。什么？你这个显卡供电烧了？你看你电脑是不是玩过三角洲？三角洲这个游戏它会扫你盘，然后你这个显卡的负载它就会变态太高了，那负载高了，功耗就高了，然后温度就高了，然后你的供电就烧了。就是这个三角洲的问题，不是说我们这个叉电源有问题，都怪你这个三角洲把这个显卡烧了。我都能猜到了，现在的00后乃至05后，就电脑常识非常的缺乏，就他们真的信他们的电脑故障都是三角洲搞坏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不知道你如何看待内存又的涨价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有观众别忘了点小黄点赞，我们是全职 YouTube， 你们点赞对我非常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公众号“朝阳哥3L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2套店铺朝阳哥的数码。这是朝阳哥，我们下次见，拜拜。